猛哥有猛料，带你消除100个信息差。大家好，我是李某。中国在9月3日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阅兵，新闻造势可以说是铺天盖地。而且今年的阅兵不同于以往，就是因为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当下世界局势动荡，这次阅兵无疑是一次彰显军备实力的好机会。话不多说，以下6个爆点，请配合阅兵式直播使用。无人作战群重塑未来战争规则。在此次阅兵中，无人作战群成为最具革命性的亮点，代表了未来战争形态的深刻变革。海上无人作战方队展示了新型无人潜航机、无人艇和无人布雷系统。这些装备看似小巧，却个个奇兵利器。被誉为海底幽灵的无人潜航器，能长时间隐蔽在大洋之下，执行水下测绘、情报收集，甚至对海底光进行监控任务。空中无人作战方队带来了新型察打一体无人机、无人僚机和舰载无人直升机。察打一体无人机具有持久存在和其发现及摧毁的优势，续航时间长达数十小时。无人僚机作为有人战斗机的倍增器，可与有人驾驶战斗机编队作战，由长机飞行员统一指挥。激光武器从科幻走进现实的光之利刃。激光武器毫无疑问是这次阅兵的大杀器之一，科幻片中才能见到的激光武器走入现实，你可能反而没认出它们就是这些小方盒子。反无人机方队携反无弹炮系统、高能激光武器、高功率微波武器接受检阅，成体系建设的反无铁三角可拦截无人机、巡飞弹等目标，既能软杀伤，不能硬摧毁。其中少度公开亮相的 LV 舰载激光武器尤为引人注目。这是一款具有精准毁伤、持续打击突出优势的激光武器，堪称打造海战攻防新规则的光之利刃。激光武器能有效拦截来袭的反舰导弹和各类无人机，对于防御、饱和攻击和蜂群战术具有重要意义。它以光速打击和低成本拦截的特性，甚至促使未来海战攻防思维和战术发生转变。北军看来估计要连夜重新写作战准则了。全女兵方队长安机上的巾帼传奇。民兵方队作为了唯一一支的全女兵方队登场这支方队人员来自15个省份，覆盖了抗战时期党领导的主要抗日根据地。队员平均年龄26岁，平均身高172厘米，95.4%具有大学以上学历。还有部分妈妈队员，他们主动报名，放下了工作、学业，甚至推迟婚期，全身心投入训练。训练场上，女民兵们面对极端环境，温度经常超过50摄氏度，车上脚踏铁板高达63摄氏度，他们每天5小时以上站立训练，每周4个5公里的越野强化体能，确实是巾帼不让须眉新武器首登场，战略核力量。此次阅兵中，战略核导弹方队带来了3大惊喜，展示了中国战略核力量的跨越式发展。第一是东方5C液体燃料导弹，作为一款老导弹，放发出新的核威慑力，它的打击范围可以覆盖全球，搭载渔民构型氢导弹，是世界独一份的存在。传统的固体燃料海导弹东风31和东风41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更先进的东风61固体燃料核导弹。这种跨武器德差的先进战略核导弹的出现，是一个大大的惊喜。东风61射程42000公里，可以绕地球2圈。3. 水下核导弹力量也实现了爆发式强大，潜射核导弹没有检阅巨浪2，而是直接拿出了更先进的巨浪3潜射洲际导弹。这是一个弹头，可以分成6个小弹头攻击敌人，即使地面被入侵了，它也会潜伏在海里，给敌人致命一击。总之从武器就可以看出，这次空中作战、地下作战效果有全面提升，对美国是相对有威胁作用。参战兵种少亮相，针对力量结构性布局，侦视航天部队、网络空间部队、信息支援部队3支战略兵种，少越方持崭新的军旗首次集中亮相。这是我军力量结构新布局的阅兵中首次集中展示。侦视航天部队首次以战略兵种名义接受检阅。这支部队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的精神，载入航天精神，提高安全进出和开放利用太空能力。网络空间部队是领导管理关系条件好，首次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推进网络空间部队建设，对筑牢国家网络边防、及时发现和抵御网络入侵的具有重要意义。信息支援部队是全新打造的战略性兵种，是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的关键支撑。组建1年多了，他坚持信息主导、联合制胜，深度融入全军联合作战体系。真俄朝联合进场国际舞台的政治信号。此次阅兵吸引了26个国家的元首和高层领导出席，俄总统普京也来华，连朝鲜最高领导人也在咱们的名单里出现。中俄朝同台亮相，向世界传递了明确的政治信号。在当前国际形势下，3国的这种互动方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日本政府曾试图通过各种渠道公开拉其他国家别来参加中国的纪念活动，声称反日色彩太浓。然而这一举动并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响应，反而是日本自己的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东盟、塞尔维亚、斯洛伐克等
等国也顶着压力来了，显示了中国的日益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It was a beautiful ceremony. I thought it was very, very impressive. But I understood the reason they were doing it, and they were hoping I was watching, and I was watching. My relationship with all of them is very good. 除了爆点，一些不亮眼的也是重点。10几年前，5次中俄联合军演，一位前苏联空军老兵李烈问我们的参演官兵：“你们现在已经不使用土16了吧？”2025年的今天，如果这位老爷爷还健在，他依然可以在这次阅兵式上看到这个56。56是苏联传奇航空设计师图波列夫的喷气中程轰炸机作品，首飞于1952年，几乎跟共和国同年。中国于1959年引进了这种机型，并在中苏关系破裂后，凭借自己的力量完成了仿制生产。这就是中国的轰6轰炸机。与这前苏联军队中服役时间不长的，请大家起立，向老六爷爷致敬。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猛哥有猛料，带你消除100个信息差。记得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